Hello，我是 Edward，欢迎来到 Edward Speaks Mandarin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小区这个词？住宅小区，比方说你住哪个小区？你小区走到地铁要多长时间？你小区的房子贵不贵？租金贵不贵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小区。看，我的右边就是一个新的小区，它是新开发完的一个小区，刚盖完，然后业主刚刚开始办理入住手续。业主就是在小区里面买房子的人，叫业主；如果在小区里面租房子的人，就叫租户。所以在一个住宅小区里面，就是有业主和租户两种。小区到底是什么呢？小区就是这种封闭式的一个区域，区域里面都是住宅楼。你看这个小区，它就是由围墙围起来了。这个围墙有那种大理石砖，还有那种铁栏杆，所以说它是比较高档的，看上去是大理石吗？好像是石头嘞。然后还有栏杆，它是一个新盖的小区嘛，刚刚交付，交付就是交给业主使用嘛，叫交付，刚刚交付给业主，蛮新的一个小区，里面设施好像也挺好的。有自己的游泳池，在那小区里面的公共区域，里面有游泳池，有游乐场，然后它的停车已经做到了人车分流。什么叫人车分流？人车分流就是说，小区里面的机动车、汽车之类的嘛，机动车跟行人进出小区的是两个不同的入口。机动车直接从机动车的出入口直接进地下车库，它就不走地面了嘛，行人才走地面。这是小区外面的一个小花园，外面的啊。春天来了嘛，好多花。这样的话，小区里面的行人啊，尤其是小朋友，在小区里面行走啊、玩耍呀，就不用关注机动车的问题嘛，非常安全。这叫人车分流。但是老小区一般就没有这种人车分流了。所以说，这种新的住宅小区，停车的地方都在地下。地上它是没有停车位的，只有地下停车库，也叫库，就是仓库的库嘛，地下车库、地下停车库都可以这么叫。哇，这花还是很漂亮的啊！这是小区的正门，马上就要到它的正门了，大门。小区一般都有很多门，你看这是旁边的一个门。因为中国的消防要求，消防是什么？消防就是小区发生了火灾，消防车来救火必须走消防通道。消防通道一般不是从正大门进来的，都是从后门或者侧门，消防通道进去。这个小区就是一个高层的住宅楼，应该有超过10层吧。在中国，超过10层的住宅楼都叫高层住宅，10层到6层叫小高层，低于6层的住宅楼叫多层住宅。6层或者6层以下的多层住宅，
除了别墅啊，一般都没有电梯。别墅就是那种，也是在这种小区里面，但是它的密度很低，一般不会超过4层，每一栋楼最多有2户人家，那种叫别墅，相当于美国的 house。你看它外面的，这是它的大门，出入口，挺漂亮的啊。门口还有一棵很漂亮的树，它里面应该更漂亮，但是门禁应该不让我们无关的人进去，只能看一眼。你看，里面的绿化还是可以的，有水池、游泳池，夏天应该可以在里面游泳。哦，这是高层住宅嘛？高层住宅就是密度就比较高了，它一栋楼，像这个有10几层嘛，应该有，每一层的话，估计有2个电梯。如果一层的话有3户人家，那就叫2梯3户。但这个我不知道是一层有几户人家，不确定。哦，这是你看，这个就是他们的车库出入口，看到了没？地下车库的出入口，它跟行人的正大门的出入口是分开的，这就叫人车分流。上面写了什么？一路繁花，圆满归家，倒挺有寓意的啊。就是路上回家的路上，到处都是花，然后很圆满的回到家，圆满嘛，团团圆圆，满意而归，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个小区我不知道它是几梯几户。还有什么要讲的吗？你看围墙上这个东西，你们知道叫什么吗？有一个摄像头，对不对？那个长得像机器人眼睛一样的摄像头，摄像头边上呢，那个叫电子围栏，电子围栏，它上面应该会通电的，正常情况。这样的话就防止一些坏人翻越进小区嘛。翻越就是翻过、越过、翻过去，叫翻越。外面停了很多的共享单车。中国的小区共享单车是不让进的啊，门卫会禁止。门卫就是在大门口管理小区的保安，叫门卫，他属于物业的。物业是什么呢？物业就是说，物业是一家公司，是小区的业主们经过投票选举出来的一家公司来管理小区的物业的。小区的物业包含，比如说停车、大门的安全、小区的安全，还有垃圾的清理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些小区的一些树木的一些维护，之类的吧，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，都叫物业公司。门卫就是属于物业公司的员工。好了，前面就是他们的一个侧门。现在明白了吗？你喜欢住这样的小区吗？其实我也挺想的。我们家的小区已经有15年了，很老了，是老小区。这是一个新小区，我也想住这样的小区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，希望你喜欢。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学习说普通话，了解中国文化，也欢迎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个篱笆是什么？是一种灌木，这个叫灌木嘛，灌木丛。
正好可以做成篱笆，挡住里面的风景。这个好像，哎，这个还开花了呢。这个花还挺漂亮的，含苞欲放，这个叫，就是说花朵还没有开放，但是马上就要开放的样子，叫含苞欲放，含着花苞想要绽放，含苞欲放。